摩格斯的同学大家好，我们今天要上课的单元是如何用 PWM 的理论来做 LED 的调光。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什么叫做 PWM， 它的英文全名叫做 Pulse Width Modulation， 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墨波宽度调变，也就是改变这个墨波的宽度去调整我们所要的功率。那一般这种 PWM 的方法大概分成两种，一种是数位的 PWM， 那它的产生方法就是由数位电路产生，像微控器或者一些逻辑电路所产生的。那另外一种是用类比的方法所产生的 PWM， 那这个一般采用的 OP 跟比较器去产生类比的 PWM 的信号。那 PWM 的应用非常广，包括量测、通讯，或者是电力转换、LED 的调光，那这些都会用到 PWM 的技术。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PWM 的基本的理论方法是什么。那 PWM 基本上它是把一些类比的信号，把它经过类似编码的方式，把它变成一串的这个数位的码。这个数位的码里面，它利用这个 duty cycle， 也就是导通的周期呢，然后去做调变。那这个调变跟这个类比信号的准位有特定的一个关系。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什么叫做 PWM 的 duty cycle。这个 duty cycle 我们中文翻译成工作周期。turn on 的时间就是导通时间跟 turn off 时间加起来跟 turn on 时间去做一个比例。也就是说，我们在一个周期里面，你导通的时间有多少？这个就是我们常称的 duty cycle。这个是类比信号产生的这个 PWM 的控制电路。那这个它必须要有一个继指波的产生器过来，然后经过这个 OP 的正端，然后另外再从输出的回收产生一个 error code 的一个误差的量进到负端。那这时候正负经过一个比较器，它就会产生一个 PWM 的信号。如果你这个 error 的准位比较低，比较出来产生的 PWM 的信号就会比较大。那如果你回收的信号比较强，产生的 PWM 的这个 duty cycle 就会比较周期就会比较小。我们简单来看一下例子。假设说我们现在输入 0.1 伏，那这时候你对应到 PWM 可能是 10%。那如果输入 0.9 伏，你的 PWM 的 duty cycle 会对应到 90%。所以这里呢，这个方块图就是我们一个 PWM 的产生器。那输入是一个输入的类比的准位，然后输出就是我们 PWM 的波形。那么来看一下这个 PWM， 基本上它继指波的线性很重要。如果继指波的线性不好的话，它产生出来的 PWM 的准确度就会有差。那左图这个 PWM 它的准确度比较好，因为它的线性继指波的线性度比较好。那右图它是线性度比较差，所以产生出来的 PWM 的准确度就比较不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PWM 里面用到的继指波产生器是怎么做出来的。主要是靠电容器的充电，还有开关的控制。那基本上上面这里有一个定电流去对电流充电。那充电的时候，电容上面的电压越来越大。那大到 VD 的时候，那这个比较器它就会产生正。那这时候呢，就是一个正的 cycle 出来，然后我们再回收去控制这个开关，把这个电压把它清除掉，然后再第二次再重复的这样冲。所以我们主要是控制这个 H4 的开关，把电容把它清掉，恢复到0。那接着下一次再开始充电。所以我们在电容两端就可以抓到这个继指波的产生器。那这个继指波产生器的频率呢，是由电流跟这个电容大小决定。当这个电容越大的时候呢，那它频率就越小；反之，电容越小的时候，频率就越大。如果电流越大的话，它充电的速度越快，所以呢，频率呢就越快。这是一张完整的一个继指波产生器的一个电路图。那左边这里它会经过这个 OP， 然后跟电阻会产生一个参考电流眼。那这个参考电流眼呢，会用一个电流径由 M1 反射到 M2， 所以在 M2 这里会有一个相对应的电流眼对 C 电容充电。那当这个一充电的时候，电压慢慢上去，一直达到 VH 的时候呢，
这时候呢，这个 Q 端拉回收回来，它会控制 M4，把 M4导通，这时候电容就会开始放电。那放电的时候，这个机子波它会电压越来越低，那低到 V 的时候呢，那这时候 M4的开关就会 off 掉。那这时候会再恢复充电，所以我们可以用 VH 跟 VL 去控制机子波的高准位跟低准位。那我们来看一下如何用这种 PWM 的信号去控制这种电源供应器的输出电压的回收控制。基本上，当你这个回收回来的电压太高的时候，这时候产生的 PWM 的这个 duty cycle 会比较小。那 duty cycle 比较小，它会使得这个输出电压开始下降。那当它下降到某一个地方的时候，输出电压不够的时候，那这时候它 PWM 就会变大，再把这个输出电压再把它往上拉。所以呢，它是靠一个动态的平衡的方法。当它太低的时候 ，PWM 会把它拉上去；当它太高的时候 ，PWM 会把它拉下来。所以它可以维持在一个动态平衡。那一般 PWM 的产生方法大概有这4种。左上图这个是正的机子波的产生方法，右上图这个是负的机子波的产生方法，左下图这个是对称三角波产生方法，右下图是非对称的三角波的产生方法。所以基本上这个机子波的产生方法有很多种，那根据不同的需要，可以搭配去产生不同的 PWM 的信号出来。那么来看一下这个类比的 PWM 它有哪些缺点。那基本上这个类比的东西，它比较容易受到温度的影响，然后时间的变化。那当可能你第1年的时候，它信号是准的，那当它用了1年以后，它信号就会跑掉，所以基本上它会有漂移的问题。那另外类比电路它本身就会有比较大的功率消耗，还有散热的问题。那另外它受到杂讯的干扰程度是比较严重的，所以它杂讯的这个敏感度是相对的是比较高。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数位的 PWM。数位的 PWM 顾名思义，它是由数位电路来产生 PWM 信号，然后产生出来的这个信号去控制我们的类比电路啊，可能包括 LED 灯或者其他类比的回收控制电路。那它的这种方法基本上是整个系统的花费 cost 会比较低，那power 的消耗会比较低。那另外它因为数位的东西它是比较稳定的，然后受到杂讯的干扰是相对的会比较小。那一般这个数位它有所谓的解析度的问题，所以它 PWM 你要表示一个 PWM 信号，必须要说它是用几个 bit 去代表这个 PWM 的信号。那它的好处是它可以直接跟数位的这个控制电路，像微控器或者数位电路直接去做沟通。所以在目前大部分的这种微控器的处理器都会内建 PWM 的扣在里面，像 PIC 或者是嵌入式这种晶片，那大部分这种 PWM 的扣都内建在里面。所以这个数位的电路产生大概可能用 Micron 或者 FPGA 或其他电路，那进来呢，基本上就是我们这边user要控制你现在 PWM 要多少，只要定义一个值就可以，那它会自动产生我们出来数位的 PWM 的 pulse 出来。所以这种电路它产生的方法是纯数位电路。那这个简单的这个程式码是用 Micron 产生 PWM 的一个电路。那如果我们要把这个解析度把它弄成8 bit， 那它的准位就是可以0到25。那这时候如果你 PWM 要设定成20%，你就写入50，所以25比上50，它就是接近28的 duty cycle。所以改变不同写进去的值，我们就可以得到你要的 duty cycle 有多少。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利用 PWM 技术来做 LED 的调光。那传统的这种调光方法大概是利用电阻，然后电阻如果越大，这个灯就会越暗；那电阻如果越小，灯就越亮。那基本上靠改变电阻去改变电流方法去做调光。那这种方法主要的缺点就是电阻会消耗功率，它会固定消耗一个功率，所以它的效率不是很好。那另外一种是改变电压。那改变电压，因为现在很多都是定电压，所以改变电压的难度是比改变电阻要难一点。
PWM 的方法是主要把前途的电阻把它换成开关，然后呢，利用开关的 on off 去改变输出的功率。那这样的好处是，这个开关基本上不会消耗功率，所以它整体的这个效率就会比较高。基本上它的功率就是由 turn on 这个 duty cycle 的时间去做控制。整个功率，假设说我们现在电源是9伏特，它会减掉我们现在 LED 上面的压降，然后再除上这个 R 呢，现在这个 R 是 LED 上面的内阻，所以它整个功率就是原来的功率再乘上 duty cycle， 就是它现在实际上做出的功率。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PWM 在做这个亮度调整的一个方法。那基本上它是利用这种连续的开关去控制这个灯具，所以它到负载的这一端，它信号不是连续的，它是 on off on off 这样连续的这种快速的切换去控制这个亮度。主要是因为人对这个光有视觉暂留的关系。当你这个 PWM 的频率大到某一个临界值的时候，人看这个光它是一直亮着，所以你就不觉得说它有在做这个开关的切换，再利用这个 duty cycle 就可以改变这个亮度。那 PWM 的频率要怎么决定？一般 PWM 的频率，如果你把它设定的太高，这时候整个系统的这种 power 的消耗就会增加，然后呢 ，LED 的亮度会减少，就是最大的亮度它就会下降。那如果 PWM 的频率设得太低，它就会产生所谓的闪烁的问题，你眼睛就可以看出来这个灯是在闪的。所以一般我们设定的这个最低的频率至少要大于30赫兹，主要是避免闪烁。那最高的频率呢要低于2K， 那主要是要保持它亮度的最高值。当它超过2K 的时候，这个亮度 PWM 的亮度会使得 LED 下降。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当这个 PWM 10% 的时候，那你输入10伏特，这时候它真正到负载端的电压大概平均的电压大概是1伏特，所以它的实际的功率大概就是只有1/10。那当你开 PWM 90% 的时候，那这时候你输出是9伏特，所以你到负载端的功率呢，它可以达到90%。所以我们靠这种不同的工作周期，就可以改变到负载端的这个功率值。那这个是一个简单的示意图。当我们这个开关用 PWM 去控制，然后这个灯泡、这个电源，这时候我们开0%就会整个把灯关掉，因为整个开关就开着。然后开20%，这时候亮度就会有20%的亮度。然后开50%，大概就会亮一半。然后开到100%，这个灯大概就会全亮。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 PWM 的调光的影片。那请各位同学上网去看。那由影片中你就会发现到，这个示波器上面的 PWM 如果越大的时候呢，这时候它测试的 LED 就越亮。那当这个 PWM 越小的时候呢，这个 LED 就越暗。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PWM 的驱动电路。那 PWM 的驱动电路主要是要有一颗 Power MOS， 然后 Power MOS 的最端呢挂我们的驱动 LED。那 LED 上面的挂一个你要驱动 LED 的电压，然后在这 Power MOS 的 H 端，它会挂一个渐流电阻，然后输入 PWM 呢从这个 OP 的正端进来。这时候呢，我们靠这个 RS 呢，可以控制流进去 LED 上面的最大电流有多少。那基本上这个最大电流是你导通的 PWM 导通的电压的最大值除上 RS， 就是现在流进 LED 上面的最大电流，也就是 PWM 开100%的时候的电流。那当你现在如果 PWM 开50%，这时候就是最大电流乘上50%，然后亮度就会少一半。那么来看整个这种 PWM 它的效率要怎么去评估？这个 eta 就是我们的效率，减掉后面这个 P in 就是我们的输入功率，那 P out 呢就是我们的 loss 掉的功率。那当现在没有 loss 功率的时候，也就是 P loss 它等于0的时候，那这时候后面那一项会等于0。
所以它一塔是等于一。那一的意思就是它是效率是最好，也就是100%。那 P loss 它是由下面这个式子去决定的。那主要是 control 电路 ，control 电路就是我们所有在 PWM 里面的电路，包括你计时波产生器上面所消的一些功率。然后 P conduction 呢，就是我们 power MOS 导通时候，它有导通内阻 RDS， 那在上面再流过 PWM 的电流，就会产生它导通的时候的消耗功率。所以呢，这个 power MOS 如果你的内阻越小，那你这个 P conduction 就是导通的消耗的功率就越低。那另外是频率产生的这个功率消耗，当你这个频率越高的时候，因为它切换开关速度越快，那这时候它 switching loss 就会相对的就会增加。那我们来看这张量测图，这张是不同的 PWM 电流对亮度的关系。当你这个电流在100 mA 的时候，那这时候亮度就会相对比较低。然后呢，当你电流越大的时候，这时候我们从这个照度上面就可以看出来，照度计上面就可以看出来，它上面所呈现的这个流明值就会比较高。那基本上在相同的电流之下，你不同的这种 LED 的元件，它产生出来的亮度会有所不同。像这个红色跟蓝色，这个是有2个不同 LED 的精力所量测出来的值，但是它基本上是呈现一个线性，也就是你电流越大，你产生的这种亮度就会相对的就越大。那我们今天做一下课程总结。我们今天介绍了 PWM 的基本的理论，还有 PWM 的产生方法。那另外利用 PWM 的这种技术去做 LED 的调光。那我们也介绍 LED 的调光的技术，还有一些它的驱动电路。我们今天的课上到此为止，谢谢大家。